出现忧郁的状况不是因为针剂的问题，不是肠泌素的问题，是它反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它会有一个问题是，我要透过吃来解决我很多心理上的问题。是的，让你发胖的通常都是代偿机制，就是因为压力用吃东西来解决，它是代偿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找到其他的代偿，对你的体重比较没有影响的代偿，让别人来帮助你应付压力。所以就刚刚提到的运动就是一个，接触大自然也是一个，好好的睡觉也是一个，就先找到代偿的问题，这样才能够根本的把原因解决。你选生活的习惯就分2大类，一类叫做会发胖的习惯，一类叫不会发胖的习惯。你愿不愿意选不会发胖的习惯？如果你就是觉得珍珠奶茶是你的真爱，你愿不愿意为真爱发胖？肥胖对很多现代人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梦魇。很多人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甚至下半辈子的时间都在跟它对抗，但效果微乎其微。而且肥胖的争论非常的多，有人就很简单，就是你没有达到所谓的热量赤字，你没有少吃多动。只要你少吃多动，达到热量赤字的话，那你的肥胖根本就可以马上解决了，是你自己的意志力不够。但对很多肥胖科的医师来讲的话，他说不对，如果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解决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肥胖的问题了。肥胖可能跟你的代谢，肥胖跟你的心理因素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医生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先问说，你为什么焦虑的时候，或是你为什么要吃东西？如果这个心理的问题不能打开的话，对于肥胖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很多人找到一个解方，就是瘦瘦针，好像打了瘦瘦针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瘦瘦针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是，瘦瘦针很多打了以后它会有忧郁症。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肥胖有人讲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神药，这个神药是瘦瘦针，但打了瘦瘦针它会有副作用吗？打瘦瘦针之后对我的身体又有可能有哪些伤害呢？那谈到这一点，我们看到最近除了瘦了然后呢的马文雅医师，他是对这个方面的一个专家，新陈代谢的一个专家，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来面对肥胖的问题，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来处理，还有瘦瘦针对我来讲它真的会有副作用吗？马医师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马医师，我们刚刚讲的是肥胖，其实很多人都花了一辈子时间。其实我们周遭都有很多的朋友非常辛苦，吃药然后运动，把自己搞得非常累。可是有的人觉得有成效，有人很多都没有什么成效。那现在找到了，当然最多就是我打瘦瘦针，打瘦瘦针很多我就看到很明显哦。真的很快就瘦下来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可是大家也担心说，如果我用外力，用一个药物来干扰我的身体，然后让我达到减肥的效果，难道对我的身体不会有副作用吗？不会有另外的伤害吗？甚至现在还传出来说，很多人打了瘦瘦针之后，他开始出现了忧郁症的状况，这是怎么回事嘞？其实瘦瘦针本身不会造成忧郁啦，不是吗？不会这样子，应该是这样讲。我们讲瘦瘦针，其实我比较喜欢讲它的正确的名字叫肠泌素。肠泌素，对，它是一种肠道分泌的荷尔蒙。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使用瘦瘦针之后觉得自己很忧郁，其实往往不是因为这个药物造成的，而是如果有一个人，你想想看，他是情绪性饮食很多，比如说他心情不好，他就吃点东西比较舒服。那在使用针剂的时候，他就会吃不下，他就没有办法获得食物来的那种乐趣。对，那他可能就凸显他原本就有点忧郁的症状，这个是可以解释。但是并不是这个药物直接。有的人打了针之后瘦下来很开心啊，他不见得会觉得自己很忧郁啊。所以，药物是不是药物造成的忧郁？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说。实证上也没有支持这个论点。那当然讲，现在打了肠泌素，的确有人出现忧郁症的状况，但出现忧郁的状况不是因为针剂的问题，不是肠泌素的问题，是它反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它会有一个问题是，我要透过吃来解决我很多心理上的问题。是的，所以我刚刚跟你聊的时候，你讲很妙，说您有病人来跟你求助的时候呢，你会先问他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其实肥胖你也讲。如果肥胖真的那么简单，少吃多动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肥胖问题了。其实肥胖它有非常多的原因，它基本上就是它的代谢出问题了，是的，它的身体出问题了，它的讯号出问题了。好，那刚刚讲到
你看到了很多人，他们真的肥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且你说很多肥胖的人是不喜欢吃东西的哦，但是他会有一个压力逼自己去吃东西。是，通常如果来看诊，我会先问他体重的波动史，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多少，体重最重的时候多少，然后你现在多少，你在发胖的期间你是在做什么，你在变瘦的期间在做什么，你要先知道不是肥胖的问题，是发胖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体重理论上应该是稳定的，它应该是有一个恒定的机制。对。但是你发胖了，发胖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发胖的原因是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那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为什么动物不会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因为那叫心理的需要。所以你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的这个心理需要是什么？它可能是因为别人，比方说，别人请你吃东西，你不好意思拒绝。或者是因为你要应酬，也是为了别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比方说我现在心情很差，我需要吃点东西来安慰自己一下，或者我今天好累，我想要吃点东西让自己放松一下。这些如果没有厘清这个东西，就单纯去把你的吃东西的这个欲望拿掉，或是把你吃进去的食量变小。那当你停止打针的时候，是不是这些问题还是回来找你，而且还会连本带利？我想，打瘦瘦针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说忧郁也好，或者是不忧郁也好，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停药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复胖了。我们要如何在开始使用选择这个药物之前，就把这个复胖的问题一开始就厘清，过程之中防止它发生，这个才是最重要。那我请问你说，这个肠泌素我可以打很久吗？我可以打一辈子吗？我可以打一辈子，它不会有副作用吗？那如果我可以打一辈子副作用，我只要有钱我就一直打下去就好了。是啊，当然，但是只是说临床试验还没有做一辈子那么长，但是至少要很多年，因为肠泌素的问世其实已经超过10年了。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长期使用肠泌素去管理他的血糖，目前都是蛮稳定的。甚至有些肠泌素它其实是可以保护心脏、保护肾脏，在糖尿病的患者身上。那至于一般人，就是我如果体重正常，我真的也不鼓励使用。如果你体重正常，我只是对我自己的身材不满意，这种 BMI 正常的人，我是建议，我都会被我退货。我说瘦子就退货了，因为你这个并没有符合所谓的适应症。因为任何的药物都要经过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就是收集这些受试者，然后用药物跟对照组去比较，看副作用，看好的主作用、副作用的效果，我们才能够给他药证。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可能本来就很瘦，你只是不满意自己，觉得不够瘦，这种我就真的没有很推荐你用这个药物来做治疗了。好，那怎么样叫做重？好，另外就是现在打肠泌素里面，除了刚刚忧郁症之外，它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吗？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肠胃道的不舒服。肠胃道不舒服，大概有至少30%的人都会有恶心、呕吐啊、便秘啊、拉肚子这一类的肠胃道的不舒服。这个其实是可预期的，因为肠子的分泌的这个肠泌素，它本来就会延缓胃排空。延缓胃排空的意思就是你的胃会动得比较慢，所以如果你吃多，它就甚至会吐出来。这是肠胃恶心呕吐的感觉，这个是最常见的副作用。对，那其他有些什么很罕见的副作用，那有些甚至动物实验上有的，这个我们都觉得临床上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有中乐透的体质了，我只能这样讲。如果你有真的体质很特别，遇到很罕见的药物副作用，那当然我们就另当别论。但是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肠胃道的不舒服。对，那肠泌素的作用就是我让我的肠胃蠕动变慢。那让我没有饥饿感，那在我没有饥饿感的状况下，我听过很多人讲，他打了这个所谓的肠泌素之后呢，他的这个饮食吃进来的量比过去大概少1半以上，对，会变小鸟胃。有的人会描述说，好像我在怀孕一样，就好像我是怀孕前3个月，我有点孕吐的感觉。有人会这样描述，但是我们因为有这个肠胃道副作用，我们要减轻这个副作用的方法，就是从最低剂量开始，慢慢的使用。那所以而且同时要做好一些心理的建设，就是你要知道你在使用的药物，所以你吃东西要放慢速度，你挑选的东西也要做一些调整。那其实这样子都能够健康的瘦下来。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关心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100多公斤，他可能体重已经重很久，他搞不好这辈子都没有想过他能瘦下来，然后尝试了各种方法，也许减了5%。其实生活形态的治疗，体重减5%并不难。但是如果他的超标，他的目标体重是
还要降个20%才能到达所谓一般认为的健康。对，就是他如果100公斤的，他降5%也还有90%。是他如果降到80%，我们就已经觉得很满意了。那过去其实很难透过生活形态，你就算去重训，就算去跑步，都很难做到。那但是他现在要药物的话，平均可以降到15%到20%，这个就是在医学上非常非常大的进步。那但所以我还是强调，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体重，你只是需要减5%的体重，生活形态就一定达得到。你就是配合营养师啊，然后搭配运动健身教练啊，这样子其实都达得到。但是如果你真的很重，我建议你用搭配药物的治疗，你才不会挫折感那么大。是，而且你在书里面也提到说，你要打这个肠泌素的时候，它不是只是消除你的脂肪，它也会消除你的肌肉。所以其实你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所谓的使用肠泌素的过程里面，你没有适当的去增强你的肌肉，或者做一些阻力训练的话，你有可能把你的肌肉都给消掉，那会有出现肌少症的状况。那如果出现肌少症的状况，它对他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先回到肌少症的人，多半是很瘦的人，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100公斤的人，你肌肉再怎么少，都会比瘦的人多。所以我们今天减重的时候，一定会有一部分流失的是肌肉，但是大部分是脂肪。那只是说流失的肌肉的比例上，我们希望不要太多。那所以在瘦下来之后，你的肌肉可能会比刚开始减重之前来得少。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今天本来100公斤，你是不是天天在做重训？你每天都在背东西，每天要扛我身上的肌肉。是啊，那你少了20公斤的负重，你的肌肉一定是负重变少，所以你的肌肉变少一点是合理的。那所以假如你今天透过重训，你把那20公斤再补上来，再开始练，你是不是肌肉就可以获得锻炼？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对，我本来100公斤，我减成80公斤，你只要移动就在做重训了。那我的20公斤其实身上就是我背的重训的量。是的。那所以如果我减了20公斤，我就试着拿这20公斤来做我阻力训练的目标。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又可以减重，我又可以维持我身体的这个肌力。是的。可是有人这样减下来以后，他就会会不舒服，或是说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吗？大部分人会觉得人变轻了。变轻了。其实因为一般人体重很难想象100公斤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一个100公斤的人，我有时候都很同情我们这些个案。好，第一个，他如果肥胖被视为缺点，他是躲不掉的。每个人都好像有权利对你的体型品头论足一样，别人都可以给你建议，可是有可能他会觉得很挫折。那假设我们先不要讲20公斤，我们先少10公斤。大家想想看，出国行李10公斤，那差很多。你能放下来多轻啊！我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做引体向上。是啊，我60公斤的引体向上，跟我75公斤的引体向上，差很多吧，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啊，我减个2公斤，我打球跳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差很多了。是啊。好，那可是您在书里面提到说，你在处理这些刚刚讲肥胖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它最挫折其实不是减肥的过程，是那个复胖的过程。是，所以你减肥变成一个循环，没完没了。刚刚讲到，你可能用瘦瘦针，可你不能打一辈子吧？那你要停药吧？那你停药了以后，你可能就会复胖，你会怕。所以其实你书里面提到就是说，瘦了，然后呢，其实关键在什么？关键我要怎么不复胖？是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他们都有那种第一次减重没有靠任何的药物就瘦很多的经验，其实很多人都有，而且那个就像初恋一样，就只有那么一次。这知道？因为你的代谢适应啊，我们讲代谢适应这个概念好了，就是当我们体重减轻10%以上的时候，身体其实就会开始预防，它开始适应，它担心下一次又有饥荒了。所以这个代谢适应会让他之后觉得我吃的没有以前多，却胖回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才是复胖的关键，身体在防止你缺乏食物。这样讲很有趣。是的，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就像中国有个影星很有名，叫贾玲，是有，对，他本来很胖，是的，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很佩服他。后来我看他的动作，他打拳击做动物流，我觉得那个动物流那个是太可怕了。我根本那就是意志力，那真是意志力。我觉得那个动物流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做不了几个动作，他做到了，而且他真的变瘦了，而且他开始有肌肉了，他开始有线条了，可他又复胖了，是，不是他的错？可是复胖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吗？是一个无法，等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循环，一个可怕的循环吗？它是一个身体的保护机制。就是我们先说复胖这件事情，是他身体要保护你。首先，身体要知道哪一个才是你。对。
他的认定到底100公斤是你还是60公斤是你，是他要先找到。所以其实我就像比如说像主持人，你的身材一直都保持得很理想的这个阶段，或者是我们的体重波动在5%以内的人，其实身体不用花很多力气就知道这就是你。只要超过我们过年多吃了一点，我们过完年就瘦回来了。但是这些体重已经超出常规很多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成长过程中，或者是日常的经历中，有一些事情让他大量的发胖了。他要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像我要回家，可是我迷路了，我找不到那个停滞点。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停滞期。说真的，停滞期非常重要。你有停滞期，它就是一个复胖的刹车。比方说，你从100瘦到比如说92的时候卡住了，可是他可能过去在92曾经停过一段时间。我说你不要急，先停滞期待一段时间，因为身体会以为这个是你。对。等到你下一波你想要让它瘦到86的时候，我们再来一次，对，卡住86，然后让身体忘记100公斤那个人，你就忘记他吧。那你就会在86卡一段时间。对，那你觉得还不满意，我们再往下。但这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身体要记住哪一个才是你，它会去维持那个恒定点。比如说我的体重跟我的大学的时候差不多，不是因为我比较厉害，是因为他就是他记得这个了，他记得这个，他超过我就会他超过我体感就会不舒服，体感不舒服我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消耗热量的事情。对，那大部分的人是这样的，瘦了也会想把它吃回来，胖了会把它瘦回去。所以我还是要提到这些体重胖很多的人，他要么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面，要么他压力很大，甚至情绪创伤都有可能。他得把自己先找回来，然后身体记住新的体重，记久一点。所以书里面才会用搬家这个比喻，是搬到另外一个身，搬到另外一个身体。是的，你要移民的，你要都更你的身体，你要去一个地方住。你说你家里现在很乱，你找一个人帮你打扫干净，过2天你又把它弄乱了。对，你有本事你就天天找一个人来帮你打扫，不然的话你就自己整理。其实我觉得打瘦瘦这个概念就是请一个家事阿姨来帮你把家里打扫干净。对。可是如果你想要靠自己，那你就自己学会怎么整理它。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那您曾经最多的时候，刚刚讲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经过几个阶段，然后他到底可以瘦多少？其实如果是以药物的研究的话，比较厉害的人，那种 PR99的瘦35% 都有可能，但是 average 是20%，就是我想肠泌素的研究。但是这些人停药换成，就是他们在治疗过程之中，为什么说复胖是必然？这些人我们把它换成安慰剂，他一样照打针，所有的事情都一样，他换成安慰剂，体重就回来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停止药物，药物没有继续工作的时候，你的体重会慢慢回弹。对，只是说我们希望回弹，也许回弹个5%，但是你距离原本瘦了20%，你还回弹5%，你还有15%，其实15% 对健康就已经有很大的帮助。对，15% 甚至都可以逆转糖尿病，有讲逆转就是让糖尿病缓解了。那马医师，你意思说，如果我减重是一定会复胖吗？那只是我一定会停滞。它不会无限制的下去，已经一直下去的人，一直下去的人都厌食症了，你知道吗？就他已经打破了身体的保护机制了。对，所以一路往下走的那种是厌食症了。厌食症的人荷尔蒙也是异常的。可是我要问的是说，你刚刚不讲嘛？如果是100，那我降到92，我停一下子；92如果停下来，我到80，80我会往下停。你看我有多少这种阶梯式的慢慢下？我建议这个要2到5年身体记得这个体重。你说我停滞一次要2到5年？就是说你停下，你当然可以几个月之后再往下，但是我们看到的减重的趋势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样子。那大部分最快的都是前面3个月，到半年开始，有可能半年到1年就打底了，打底了以后，大家就会开始持平。这个是我们所有的那比较强的药降比较多，比较深，比较浅，药效比较弱的降比较浅。我们所有的研究看到都是这个趋势。那你现在能够在这里停滞，就看你这里的幅度是多少。有的人不想要一直下去，他说他停滞，停到目标，停了一段时间，假如我不去维持它，他可能就会缓缓的恢复。对，我只要让这个不要恢复，我们就赢了。那我怎么不恢复了？所以第一个
就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我的病人比较没有回复的是，他们很喜欢现在的状态，他并不是勉强。OK， 我喜欢我现在的状态，对，我喜欢我现在的状态，我喜欢我的生活，没有道理要离开。有些人很努力的瘦到一个地方，他就走了，因为他不喜欢。比如说我这样，有的人他可能很认真，我要瘦到56了，然后呢，然后他就放啦，因为他说我终于可以乱吃了。他就回来了，所以他的点就到56。对，他并不喜欢56的他啊，应该说他喜欢56的身体，但是他不喜欢56的生活。所以他如果没有办法喜欢这个生活，他一定会离开的。对，所以说你如果回家，你回家很舒服，你家里很轻松很愉快，你当然停在那里。如果你不喜欢这里，你离开也很正常。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瘦人男后人提的是，你到底要去哪里？那里有什么你死都不要离开的东西？你愿意在那里，那个才是那个状态。一般是什么？一般是什么东西让他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喜欢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在那个状态能够喜欢自己，喜欢自己做的事，这件事很重要。如果他是为了别人，或者是他一直在他喜欢的是能够轻松或自由，假如他以为他瘦了会自由，那他就错了。因为他要维持这个体重，我这样讲好了，有一些身材保持非常好的，所谓很自律的这些名人也好，他们是自由吃的吗？还是他们是选择的吃？他是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去维持他的体型。他并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很任性的想干嘛就干嘛的人，不太可能会这样做。所以他必须喜欢他维持瘦的那个生活，他才会愿意维持。对，我其实在我写了3本，我就把它叫做瘦身3部曲第一本叫幸福瘦，我说不是瘦了才幸福，是幸福了才会瘦，是你喜欢现在的状态。第二个叫复瘦，说我们讲的是你想要复瘦，回到你想要的原来的样子，所以你不是减肥，你是个瘦子，你变胖，你可能迷路了，你回到你家了，对，我叫复瘦。第3个瘦了，然后呢也是一样，然后呢你愿意幸福快乐在那里吗？还是你打算做什么呢？对，我觉得这才是需要探问的问题。可对你的病人来讲，他要维持这样的东西，你还会感觉到很痛苦吗？你刚刚讲，如果有很多名人，我觉得没有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病人，他跟他先生2个都来打针，然后2个都回到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的体重，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本来中年嘛，在50岁左右，然后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压力的关系，就变胖了，大概各自都胖了10几20公斤。结果我说，你们现在的体重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他说对，他们现在各自回到20几岁认识的时候，就2个看起来都很开心，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想要追求更瘦或是更怎么样，他们就很满意现在的生活。那您刚才提到，他们是因为打了这个所谓肠泌素，同时改变了生活形态。可是我如果不打了，我不是就回去了吗？没有啊，他的生活形态可以维持啊。那他生活形态是怎么改变呢？因为他应该是说他在还没有打针之前，他要靠意志力去选择食物，他觉得很困难。但是他就好像他想要去那里，可是我走路走不到，我开车送你到那里，从此你就在那里过得很愉快。甚至我开飞机送你到那里。我的意思说，他打肠泌素，比如说以前没有打肠泌素，跟后来打肠泌素，他饮食会改变吗？会改变啊，因为他要在他在没有打肠泌素之前，他觉得营养师讲的话他不可能做到。怎么说？你觉得很难做到啊？觉得我就是会饿啊？但是他打肠泌素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我已经有不会饿的感觉，而且我也不会嘴馋了。我现在只要重新检查我跟食物的关系，而我每次选食物的方式都改变了。然后原来我吃这样子的食物就够了，原来我不需要垃圾食物也可以，原来我可以上健身房，原来我可以跟老公手牵手去健行。是，那他就觉得这样子很好啊，这样子比他以前的生活好。他就愿意维持。所以你的意思说，我在没有瘦下之前，我戒不了我的 potato， 我戒不了我的，我觉得很重，我一动就很重，我随便爬个楼梯就喘得要死，你叫我去运动，下辈子吧。所以他瘦下来以后，他可以有体验到，他可以有一个不同生活。其实我们讲一个词叫做习得无助感。习得无助感心理学上就是有的人他会因为反正我做什么都没有效，我干脆不要尝试好了，这叫习得无助。那习得无助感要改善，是他要体验到原来这是有用的，我体验过这个东西，我想维持这样。对，所以你的大脑的多巴胺就鼓励你再一次，你的血清素也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感觉很好。
那新的生活的状态他喜欢维持，而且维持起来不费力，那对他来讲就可以持续。那现在还有人讲说，它不只是我身体的问题，还有我心理的问题。有人讲说我的睡眠不好了，或者说我的压力很大了，我的皮质醇非常高了。那时候甚至有一种叫做皮质醇度。我明明很瘦，可是我就是肚子很大。然后我的肚子很大，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睡眠不好，我的各种这个心理上的因素。那这种心理因素现在对于这种肥胖有比例很高吗？非常高，可以说是大部分，绝大部分，他可能工作压力非常大。那我们讲皮质醇好了，其实内分泌学上叫做库欣氏症，它是真的皮质醇异常分泌。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就是会有腹部肥胖，有很多代谢的异常。那如果你的皮质醇正常来讲应该是早上高晚上低，可是他可能晚上都在做股票，白天都在开会，忙得要死，每天都在有很多东西，好像就像原始人后面有一只野兽一直追着他跑，永远都跑不赢他。那在这种压力状态之下，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你身体必然节能，必然多吃一点，因为危险就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生理反应。所以有人讲睡眠不足的人容易发胖，就是这个原因。睡眠不足容易发胖，其实是从观察上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从荷尔蒙上也可以解释。那有些人光是睡眠被剥夺这件事情，隔天就会多吃一些东西。这个很明显吗？这是很明显的对应关系吗？对，就是说从研究上面会发现，你只要前一天晚上你让他睡眠做限制，你隔天他就不知不觉多吃300卡的热量。有这么明显？是的。所以它其实是因为你会没睡饱就要吃饱，那是一个身体的自我保护。它就是我们有很多行为，其实都是一部分是认知的，一部分是在你认知之外的保护机制。所以马医师，您是新陈代谢科医师，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睡眠就是失眠就是你睡眠的问题，然后呢，你的糖尿病就是你糖吃太多的问题，然后然后呢，我们刚才讲的，你的压力是你的心理问题，然后胖是饮食问题，其实不是，它后面都是代谢上的问题。我们人是一个整体，那这个整体要应付压力，它一定会有一些对应机制，所以我不会说它是代谢问题，我会说它是代偿机制的问题。他为了代偿，他为了应付这件事情发展出来的一个，我想如果你常常运动，你应该知道所谓的代偿。假如这个地方比较弱，他就用别的地方去代偿，可是代偿的地方久了会受伤，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如果你今天压力比较大，你需要吃比较多东西，你其他的器官就会跟着来代偿，而这些其他器官就出状况了。好，那马医师，我知道你很特别，是你们也是医生。你还拿了这个所谓的健身教练的执照，拿了健身教练执照之后，所以你也非常鼓励你的这个病人再去进行这个运动。但我也是一个这样的爱好者。那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对你很重要，是因为刚刚讲很多的肥胖是心理问题，因为我有一些压力，我需要疏解。很多人压力疏解怎么办？我就是吃，我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珍珠奶茶。我一定要有一个柠檬红茶，我一定要有一个 potato chip， 然后我一定要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然我会觉得我今天好悲伤哦。我已经这么辛苦了，难道我满足这么一点小小的欲望都不行吗？可是你说这个部分，你可以透过运动来替代。对，应该说当然可以透过食物来缓解压力，它是很有效的。但是你不能只有食物来缓解压力，你可以有很多的东西，不一定是运动。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有些人不擅长运动。结果运动会变成他的压力，所以他可以音乐，他可以作画，他可以接触大自然，他可以摄影，他可以用任何美学的东西、艺术的东西都可以，只要跟食物没有关系的多几个。我都说你的工具箱里面，如果你有10个工具，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还有另外9个工具可以帮助你，你就不用依赖食物。对，是这个概念。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你说我不喜欢这个运动，没有关系，那么多世界上那么多种运动，总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吧？不过我看到有一个美国的健身教练，他非常推动所谓的阻力训练。那在推动阻力训练，他讲了一个东西，说我们的肌肉其实是一个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他说肌肉很重要，因为很多糖尿病的人其实是非常瘦的人，是肌肉非常少的人。然后你的肌肉其实是代谢你身体糖分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这样子吗？糖尿病的人也有胖的糖尿病，叫做糖胖症的。当然其实肌肉可以说，我们现在你知道很多东西都变成内分泌器官，因为肌肉也会分泌一些东西，所以它也会分泌一些 myokine 一些肌肉激素来跟身体做一些回应。所以我同意肌肉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完全简化成糖尿病的人胖或瘦。
不太能够直接这样说，因为大部分的第2型糖尿病它大概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有些糖尿病时间很长的人，他有可能会体重比较瘦。那刚刚提到的肌少，其实我认为反而是跟年纪大、年长，然后跟缺乏运动有关系，这是事实。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方式跟古时候，或者是我们比较祖先，它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人都Uber Eats就好了。我们现在活动量减少，以前的人他拿锄头的，他根本不用上健身房啊。所以它是生活形态的改变。那为了现在台湾现在是一个超高龄时代，所以肌肉的保养，肌肉很特别，是除了刚刚讲它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器官之外，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用进废退，就是你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有，即使不管你几岁，你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很好的组织，我个人认为。好，那跟你的其他的器官说不定没那么好，比如说你肾脏也好，或者其他的器官，你功能退化了，你要让它回到原来的状态不太容易。但是肌肉不是哦，肌肉你几岁开始锻炼，它都可以进化，它都有机会再多长一点。对，那可是我刚刚回来就是。如果今天很多人都非常担心糖尿病，也有担心洗肾的问题，那如果我的肌肉充足跟我的肌肉不够，对于这个糖尿病或这个糖的这个吸收会有差别吗？有差别，就流行病学上久坐或者肌肉缺少确实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所以增肌减脂是我们一直都建议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在减重的过程中你牺牲了太多的肌肉，把肌肉给消掉，对，那是很可惜的事。那你减掉多余的脂肪这个是好事。那糖尿病因为它还有它也是多因性的，它也不是只有单一的原因，所以我们去如何让你的生活形态是活动量增加，然后你吃的东西比较健康、比较原型，然后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压力，让你的无暇照顾自己，然后你的睡眠是充足的，你从事你喜欢的工作也好、活动也好，我觉得这样就很平衡了。是，那像你拿到健身执照，你有把这个部分变成你去告诉你的病人，那有用这个变成一种治疗的方式吗？有啊，应该说我也认识很多健身的教练的朋友，我说我们常常讲说，医生看一个病人可能5分钟，顶多10分钟。但是如果今天我请一个病人去找健身教练开始做训练，他1个礼拜可能就见他2次，每次都1个小时。所以我去拿健身教练的证照，有一个部分原因是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媒介，就是至少两边要有一个我叫 common language， 就是共同语言。我知道所谓的健康体适能的概念是什么。那有时候健身教练会觉得很冤枉，他们讲的话跟医生讲的话一样，为什么医生讲出来他们病人就比较愿意听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假如我们把健康体适能放进治疗的过程，其实前阵子应该说前几年很流行一个词叫运动处方，就是说运动可以像处方一样去做。那我觉得现在我的观念会觉得，你如果运动生活化，因为听到处方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好硬哦，好像我在吃药，好像我在做功课。但是假如你认为治疗性的运动对你有帮助，但当然从事也非常好。假如你对于治疗性这种这么硬这种训练这种很抗拒，那你也可以选择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去接触运动，只要能够多活动都是好事。你觉得只要多动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要加入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才可以？如果是研究上说你要预防复胖，每周运动的时数是要到250到300分钟，其实算是相对一般人来讲是比较多。但是如果说是以预防性的，大概是150分钟每周。我要减少，我要避免复胖到200分钟，甚至300，对啊。那等于一天我们本来是一天30分钟就够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观察的数据的报告，只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啦。但是所以才说日常生活的活动量不是在 training 的时候的这个活动量，如果能够增加，其实就可以了。是，好，那埋子最后就是刚才讲，以前都觉得肥胖就是吃的问题，你就是因为吃，你就是因为没有热量赤字，然后你就是没有选择应该好的食物、原型食物，所以你会复胖。你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简单的话，这世界上没有肥胖的问题了。所以你们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今天解决这些肥胖的问题，我要搬一个家，然后我到底是要解决我心理的问题，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就你要知道你在为什么而努力，而你愿不愿意就是第一个，你先检查你的代偿机制在哪里。让你发胖的通常都是代偿机制，
就是因为压力用吃东西来解决，它是代偿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找到其他的代偿，对你的体重比较没有影响的代偿，让别人来帮助你应付压力。所以就刚刚提到的运动就是一个，接触大自然也是一个，好好的睡觉也是一个，就先找到代偿的问题，这样才能够根本的把原因解决，然后找到一个维持的方式，那你就会很愉快的留在原来的地方。对。但是我们过去也了解说，我如果是要减重的话，有人讲说我不要吃碳水，有人讲说我就是吃肉，我有。你愿意一辈子吗？就是所有的方法我觉得都很好，但是你愿意一辈子这样做，如果你不愿意一辈子这样做，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事情你可以一辈子做下去没有问题的。就像打针一样，我也没有说你要打一辈子的针，但是停药之后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维持呢？所以打针有点像是，比如说我现在拔河，我请个大力士来替我拔河，我赢了，然后你要靠自己了。那靠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的力量可以把这个食欲拔好？对，就是这样。所以没有单一的食谱可以去帮忙减重。你愿意一辈子是单一的食谱吗？是的。当然有，但是你愿意这样做吗？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也没有问题。但是大部分人会喜欢自己选择。那你愿不愿意帮自己的选择？就是我常常讲2选1嘛，你选生活的习惯就分2大类，一类叫做会发胖的习惯，一类叫不会发胖的习惯。你愿不愿意选不会发胖的习惯？如果你就是觉得珍珠奶茶是你的真爱，你愿不愿意为真爱发胖？你要自己选择，自己选的都没问题。是。好，那我们刚才讲。肥胖一般都认为说你就是吃的问题。刚刚我们跟马医师聊的过程里面就知道说，肥胖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它是很多代谢的问题、代偿的问题，然后跟你的心理上的问题。你其实重点是你爱不爱自己，你想变成怎样的自己。当你要确定我想要为那个自己，我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付出那个大的努力，你就可能看到那样的一个成果。是的。好，非常谢谢马医师，谢谢。谢谢。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